我真的好想买房子系列小宅时代来了，早就来了从5年数据看出买房空间越来越小的真相。先说结论小宅变多，不是因为大家想要去住那个小宅，而是因为大间的买不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实坪制要来了，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房子越买越小了。这次其实早就变小那只是就把小宅再看到一些新的资料，我再来做一集这样。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买房越买越小，两房小宅的产品交易占比全面提升。那内容我们其实之前有稍微讨论过，反正现在越来越多朋友在买小宅，不是因为不想买大房子，而是因为总价的关系，还有家庭组成的改变，才会选择买那个小宅。那但是这次的新闻整理了一张我觉得很值得探讨的表格来你看，这是永庆房屋整理的表，然后他整理了近5年来7都就是6都加新竹从1房到4房的交易状况。那我也简单讲一下状况，就是1房跟2房的交易量全面上升，7都都全面上升，但3房交易就有落差咯，台北跟新竹是上升，其他县市是下滑然后到4房含以上的时候，4房又全面下滑所以我们如果从图表解释的话，就会得出1房跟2房当道就对了，然后4房会越来越难卖的结论。好，你怎么看这张表？欢迎底下留言跟我讨论一下你的看法。其实还是回到同样的总价问题嘛，你看5年前的房价跟现在房价做对比，天差地别所以会变成怎样？就像这个新闻讲的，你看标题就好购屋族哭哭，晚5年买房代价高，多花200万还少一间房，少一个房间这样就是说你晚5年去买房子那同样的钱你会少买一个房间，那不就变成从3房买到剩2房对上了对不对？你以为现在2房卖的那么好，是因为大家想要买2房就好？没有，是大家的预算现在是只够买2房，所以直上3房的需求现在是被压抑住的。不然我们再忍一下之后再小换大就换，新换去3房是这样像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板桥，新北板桥，然后生3个孩子，很厉害这个应该颁奖给他然后最近要换房子他是怎么换？从电梯3房1卫中古就会有这种东西，然后换成电梯3房2卫。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不直接电梯4房？你小朋友那么多这样3个小朋友长大一人一间。他说没办法，那个板桥的4房多恐怖的价钱他这样子改至少可以让家里多一个厕所，这样就不用大家早上的时候一群人都在那边抢那间厕所这样。所以你看台北的房价是贵到你只能够忍耐的程度那再来你要知道小宅变多之后会怎样那我们接下来讨论，如果按照这个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小宅的交易量一直增加，然后建商又都盖2房，未来你手上的3房或4房会不会遇到问题例如说卡在手上之类的。好，那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思考我们刚才讲实坪制，昨天的影片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如果是实坪制这样下来你手上的房子不管是2房还是3房都会变得相对吃香，因为它看起来便宜很多此时中古屋的竞争力就真的会被解放。现在这些买2房的人，他们不是不想要住到3房，多一个房间很好用养猫养狗或是拿来堆东西都很赞都超级棒或是喜欢音乐的摆钢琴之类都很好就是因为钱不够直上3房嘛。那请问他存够钱了，有办法直上预售新房子的3房吗？我跟你讲还是很困难因为到时候预售3房含车位就变成天价，买一颗车位可能要到多少？700-800万。我说台北市的话有可能还会突破1000万，那就变成车位这个奢侈品，就那个实坪制嘛好，所以如果需要车位的人之后会变怎样？只能够去找中古3房含车位这个时候你手上的中古3房就会很值钱。最后你要知道中古4房变得很危险，中古4房遇到问题又不一样了问题就是说现在4房的买家急剧的减少，当然这也跟总价有关，现在大家买3房都觉得很吃力了，怎么可能看到4房去？4房自然就不好卖，再加上现在家庭结构的改变你就问你身边的朋友有多少是结婚以后跟爸妈一起住就算有好了，多少人是结了婚小孩都出生了以后
还是在跟爸妈一起住，很少啊。所谓的三代同堂，这个我讲八卦的时候，我再好好描述我要讲的是现在的三代同堂真的是比较少见，很多都会变成是平日自己回自己家，假日有空才去看爸妈所以四房的刚需现在是在不断减少当中的。但是我也没有叫你要把手上的四房赶快卖掉因为你的持有成本低，如果你很早期取得的话，当然就是继续抱着还有一些财务的操作可以去使用，等下一个需要你的四房的人，那下一个来接手的会怎么样？会很容易怎样？看一看这一区就只有你这间是四房中古的负担得起，那你开的高一点，他还是必须要给你买没办法，就会变成这样。新的四房带车位已经看不起了，不是买不起连看都看不起然后就看中古啊就这样。三代同堂的家庭是正在减少没错，但它不是消失了嘛全台湾就没有人在三代同堂，不可能的好，那就是说你这四房持有的时间要比较久，没差，比较久就比较久，最后还是卖得掉，所以不用担心。好，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小宅交易比例上升的现象。从永庆房屋整理的近5年7都交易数据中，发现1、2房的成交比例全面提升，但3房的成交比例只有台北跟新竹增加，其他县市都在下降。那4房跟以上的住宅全面下滑。我也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就是总价压力越来越大，导致购屋主的预算只能够选择小宅产品。另外实坪制的推动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个趋势因为未来中古20年、25年的3房有车位、附平面车位的产品，真的会很有竞争力会比预售屋天价的车位还更具竞争力。这也会促使现在住2房之后想要小换大旧换新的朋友们优先要考虑中古3房，才有办法够得上。结论就是未来小宅会怎样？继续夯下去，真的但是中古的3房会怎样？更具竞争的优势。但中古的4房就会有状况会越来越难卖。所以如果你现在是自产要入手的话，最好先想一下。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小宅越来越多会让单身狗变多吗？ A 会，因为买不起3房，女生就不嫁。 B 会因为大家只会养宠物不会想结婚。 C 不会反正为了爱就可以忍耐小房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自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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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 po 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自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
啊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哦，好哦，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小宅现在是真的很多啦，尤其是高雄高雄是建商的应许之地，土地使用分区什么都不干，35的土地直接就给你容积840，你看台北多羡慕啊什么都不干，然后你再加个围绕你再加个什么，那个容积破千都可以。所以说同一块土地在高雄可以塞进去的住户真是超多的，比绝大部分的县市都还要多，非常的多。那当然也会出现非常多海量的什么两房嘛，小两房的产品单面采光。好，那小两房的产品一多，以高雄的房价又被说是什么投资客在买，那投资客乱出租所以两房多的社区管理上自然会比较混乱，因为户数多出入的人多，然后那个屋主投资客自己也不是很想管后续怎么样，有得租就好，有准时付房租就好，那就变成说很多8、9会跑进来住那社区就会比较乱，然后甚至时常会发生非自然身故的现象。我们都听过非自然身故的现象不是说3房4房社区就不会发生，而是说海量两房扎堆在一起的就比较容易发生，这是几率的问题，因为它户数就那么多。好，那讲一下高雄这边的4房我前面是不是都在讲说4房很危险但是主要还是在看一些高房价的地区，例如说新竹，例如说新北，例如说台北市。可是高雄这里的4房还是那句话，就是说3代同堂只是减少，它并没有消失就不会嘛，就是现在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在住3代同堂啊，就一起住的还是有啊，就有嘛这边好，那他们现在怎么样？在高雄遇到的情况，我说这个族群以整个高雄来说，少说我说都市蛋黄区里头的，不是乡下以蛋黄区里头3代同堂，少说有个几千户吧，几千有吧270几万人口呢，几千户是那个3代同堂家庭，这一定有的好，那他们现在遇到的现象是透天买不起，蛋黄区的新透天买不起。为什么？因为蛋黄区的新透天会有一件状况叫做超过豪宅线超过豪宅线，高雄的豪宅线4000万，我去看那个生态园区旁边的那附近的车速透天5000多，这个就是超过豪宅线啊。谁要5房那谁要住这种3代同堂好，那超过豪宅线的话，对自身实力就是一个极大的门槛嘛，极大的挑战就对了你只能贷款3成，银行还爱贷不贷呢？当然你要自备7成，5000多万自备7成我们就算5000好了，3500万的自备有3500万，对不对？好，那此时在高雄蛋黄的中古20年、25年都没关系的4房加平面车位，就很有机会。我虽然前面是在讲，但是那是高房价地区但我个人看现在高雄的中古4房还是，所以房地产是很复杂的嘛，你们开口闭口全台湾那以我们现场在高雄来看，还是很有机会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中古你买4房，你买还有车位的，你给他买到比方说2000上下好了。好，那经过一波房地产的大涨以后，它大概跑到假设运气很好可以到3000多，它是不是还在豪宅线以下？对嘛，还在豪宅线以下所以说就 OK 啊。那买不起新透天的人那中古透天也贵得很夸张的情况，再加上那个长辈卡退3代同堂就是有爷爷奶奶有爷爷奶奶的情况之下，那个都老人的脚比较容易出状况，他最终的归宿都是电梯啦。那就回到电梯大楼的中古4房平车所以很好，还在豪宅线下，人家可负担啊，他贷款可以贷8成啊所以如果你是捏着大概反正涨完一波以后还在豪宅线以下的中古电梯4房安心持有真的都不用怕，就豪宅线以下嘛如果你现在就去买到一间比方说已经是3500的那就麻烦因为我们现在会等满5年嘛，那你等满5年以后，光是通膨就会让你东西超过4000，那你就要看到时候豪宅线有没有要松绑，如果没有的话就很麻烦就很麻烦。如果你买在2000多的4房平面车位中古没关系啊，之后的3代同堂家庭还是会很青睐来找你。然后再特别讲一种物件，都4房了3代同堂对不对？会出现一种东西很特贵的东西叫双主卧，就它有3间卫浴双主卧3间卫浴，所以就是一对夫妻自己一个主卧 OK， 他自己有一个厕所，然后爷爷奶奶自己住一间，然后他也有自己的厕所然后外面还有一个那个客位就是
那其他2间房哦去那边上厕所啊，就是4房双主卧，还有平面车位这种东西，甚至是双平车这种东西哦，在中南部，尤其是高雄哦，当然屏东也有哦，但是以重大建设来说，还是高雄比较多嘛。在高雄还有2000多万的，这种情况之下，你给它吃下来，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哦，涨上去没关系，涨上去还在豪宅线以下，4000万豪宅线以下，是不是超赞？哦，3代同堂的家庭哦，他们在挑4房，那是刚需啦。你就3代同堂哦，一对夫妻生2个小朋友，然后再加爷爷奶奶，这个是要怎么住3房哦？3房2很难住啦，非常难住啦，所以他们就是只能要么看透天哦，要么就要去看那个，我说在高雄哦，要么就要看中古电梯大楼哦。如果你在台北市，你还去看透天，我靠，那个实力坚强哦。但是在高雄就还好啊，4000万以下，然后可以贷款8成啊，真的是还好啊。我已经算过了，就是大概每个月还贷款也是6万多。好，那6万多的话，以一对夫妻哦，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积蓄或什么的，都还撑得住。这样你一间4房里头可以住至少几口人？至少4口人哦，然后再加小孩，看生几个，生2个也没关系哦。4房3代同堂哦，只要女方能接受，真的是很棒。长辈可以帮忙接小孩嘛，然后回家嘛，或干嘛嘛哦，反正他没事啊，就退休啊，真的是很棒。然后夫妻就上班工作，回家吃饭、洗衣服什么的，爷爷奶奶都做掉。就我已经有接触到几个就3代同堂，然后住4房的，这是蛮爽的哦。你不要出现什么婆媳问题的话，真的很爽，就帮忙养小孩免费的，还吃好穿好，这有什么不好？所以说4房3代同堂的需求是怎样？它正在减少，但它并没有消失。那你能够端出在高雄，你能够端出一个4房，不一定要双主卧哦，然后豪宅线以下，我靠，那个人家就越看越香，就觉得真的很香。因为就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难道他要去看新透天哦？豪宅线以下真的是一个对这种4房中古来说是最大利多。那你看现在连高雄的新建案，你要买到4房双主卧双平车，我靠，这个也是超过豪宅线哦。所以不知道豪宅线哦，都是豪宅线的状况，不知道所以说每个县市有每个县市自己独特的市场跟题目啊。至少在高雄3代同堂哦，你持有4房，有平面车，我就认为这个非常的安全。